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2种先苦后甜的贵人面相，大器晚成，年轻时辛苦，晚年幸福。我们无法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命是上天注定的，但是运却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很多人会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运势。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辛苦，但是越老越有福气。今天我们来看看先苦后甜的女人面相。1. 耳朵饱满厚实，耳朵在面相中代表了福气，耳朵长得好，自然是福气大，而我们常说的耳大有福就是这个道理。而耳朵饱满厚实的人，虽然在早年生活有着一些的不顺利，可能会吃的一些的苦，但这些都能为以后的生活所打好的基础。到了中年之时，运势开始上升，一点点的开始获得财富。到了晚年，有着很多的积蓄，不会为了金钱而发愁，安享晚年生活。2. 鼻子高挺，鼻子在面相中被称为是财帛宫，关系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同时照应肝胆，可以侧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而鼻子高挺的人在早年之时为人非常的傲气，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经常会得罪人，生活也是十分的辛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开始改变，处事业变得圆滑起来，所以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到了晚年能够积累一大笔的财富。3. 颧骨高耸，颧骨在面相中被称为是权力之骨，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权力以及欲望等，且位于面相的中庭，主要体现一个人40、50的运势状况。而颧骨高耸的人虽然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能力，但行事太过的霸道，且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很难的得到晋升的机会。但到了中年之时，运势开始增长，所以能够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不再为金钱而发愁了。4. 下巴圆润，下巴在面相中主位于下庭，主晚年的运势，同时主承载一个人的事业以及仕途方面的运势。而下巴圆润的人承载能力强，在各个方面的运势都是十分的不错的。但若是只看下巴的话，这个人在年轻时的运势不是很好，不仅是没有什么钱财，还是长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过得辛苦。再到了中年之后，运势开始上升，获得财富，还有着儿女在身旁照顾。5. 双下巴，虽然双下巴很影响一个人的颜值，但不可否认，它还预示着一个人的运势。而且一个人到了晚年之后，有双下巴的人还可以把这个人的运势全都给表现出来。拥有双下巴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而且自己的作息非常规律，而且也养成了比较高的心理素质。只是这种人有一点的自恋，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到了晚年将会衣食无忧，这是好面相的表现。即使早年生活不易，但是中年后总会飞黄腾达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双下巴很丑。6. 鼻子饱满，鼻子在面相学里面还是招财的一个重要位置。假如一个人的鼻子非常饱满，还很光滑，则说明这种人的财运非常好。而且很多的富豪鼻子都是饱满的，并且这种人的事业也会一天比一天好。他们的为人也很好，待人宽容温和，心胸广阔，在生活里面不会争抢什么，因为你很温柔，你还会把自己的财富分享给家人，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且做生意也会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这种人一辈子不缺钱，他们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即使是白手起家都可以。假如是女子有这种鼻子，还会嫁给一个好人家，日子也会好不甜蜜。7. 额头宽阔，额头在相学当中占据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看一个人的命运凶吉，主要就看额头是否宽阔。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宽阔，并且红润光亮的话，说明财运比较好。不过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早年时期会过得比较辛苦，因为父母和家人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凡事都需要自己去努力争取。但是到了中晚年时期，自身能力会越来越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理想的生活。尤其在金钱方面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再也不用为物质所困，日子过得非常顺心。所以如果眼下过得不是很好的话，不要气馁，只要保持初心，将来的生活就会得偿所愿。8. 额头有川字纹。额头有川字纹的人大多早年生活经历是非常坎坷的，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与扶持，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工作和生活表现的都不是很如意。不过这种类型的人大多性格坚韧，非常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拥有川字纹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慢慢地接近自己的理想，最终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这种面相的人很有责任心与担当，能够做好本职工作，不给别人制造麻烦，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与人脉。9. 山根有起节。山根有起节的人先穷后富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这种类型的人大多在早年时期由于性格急躁，做事没有耐心，常常会遇到一些阻碍和挫折。但是这些困难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更好的认知，在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会逐渐变得成熟稳重，做事也更加有耐心，从本质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鼻梁有起节的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个人能力会越来越出众，并且做事也能够持之以恒，不再轻易放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所以各方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尤其在财富方面将会收获非常丰厚的产业，晚年生活会很安逸。10. 眉毛粗厚。可能对于女性来说眉毛粗厚并不常见，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天生眉毛比较粗的人非常的多。从面相学上分析，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眉毛比较粗厚的人通常都是先穷后富的面相。可能早年的时候身世比较的坎坷，白手发家比较的困难，但是晚年一定能够富甲一方。11. 眉目清晰有眉峰的人。一个人要是眉目清晰有眉峰的，说明了这个人相当有气势，能力很强的，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让自己获得成功，经过努力会让自己有很好的发展，做事相当有魄力的，真的能让自己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穷的，难以让自己有好的生活，甚至经常都会被别人瞧不起，但也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放弃，相信自己日后能过上很富贵的生活，所以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努力，不愿意被别人瞧不起。12. 嘴角上扬的人。面相学中认为，嘴角上扬的人相当自信，对自己各个方面都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也能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其实这样的人就是白手起家的，在生活方面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让周围的人都很重视，也能得到同事的认可，也能得到领导的信任，所以在工作方面特别厉害。这样的人性格很不错，也能守信用，对待身边的人很真诚，所以人脉越来越好，之后也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晚年的生活更富裕。相由心生，在面相中，每个人的面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面相五官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非常微妙，彰显着你一生的运势好坏和当下运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面相，也没有绝对差的面相，但是有最好的面相组合与最差的面相组合。好了， 13种女富翁相，一生富贵无忧。
现在的女人大多有自己的事业，所以近年来女富翁的数量也是直线上升。那么你知道容易成为富翁的女人面相手相有哪些特征吗？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看看你属不属于吧。1. 颧骨丰满。很多人听说了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的说法，纷纷开始害怕自己的颧骨太过于高凸，从而克夫，影响着自己的命运与婚姻，都纷纷追从哪些塌陷内凹的颧骨。其实颧骨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是不好的象征，因为颧骨代表着个人的能力，代表着个人的运势，也密切的关系着一个女人的夫运。若是颧骨太低，导致自身能力不足，也导致夫运不佳。当然颧骨过高也不好，而好的颧骨面相需要饱满有肉，微微凸起，这样颧骨女人有能力有夫运，而且聪明能干，能够有所作为，在事业的领域上有相当出色的成绩，也必然可以成为一个女富翁哦。2. 脖子略长。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财运和进取心。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较长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坚韧和顽强，遇事不喜欢妥协退让，做事非常的努力和认真，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凡事注重细节，而且很有干劲，有着很大的野心和欲望，是不甘于在家相夫教子做个小女人的，做事很有手段，特别的适合经商，事业上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容易成为富婆。3. 耳垂厚实。在相学中，耳朵代表着智力和健康，耳垂代表着财气和福气。在相学中，耳垂长得越厚大，代表着福气和财气越厚重。这样的女人一般性格特别的宽厚，有着很强的包容心和平常心，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够从容应对，也没有什么贪念，所以人缘非常的好，命中常有贵人相助，婚后旺夫生财，自身的财路也是越来越宽，积攒钱财的能力比较强，容易成为富婆，婚后衣食无忧，手劲很足。相书中有云，女人手棉财空空，女人手硬抓大财。意思是说，如果女人的双手长得纤纤绵软没有劲儿的话，这种女人抓不住财。若是看上去较为柔弱但手劲较大的话，这种手也称为抓财手。这种女人一般意志力较为坚定，做事坚持，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而且行动力非常的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很有领导气质和才能，个人能力比较强，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属于典型的女强人类型。4. 下巴饱满圆润。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晚年运势和蓄财能力。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温和大方，待人随和，人际关系较好，处事冷静和理智，为人大度不计较，在外能够处理与朋友、亲戚、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内能够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持家有道，理财能力非常的强，善于积累财富，能够把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赚钱能力完全不输男人，一生财运极好，容易成为富婆。5. 鼻子有肉。想必各位都知道，鼻子在面相中是财库的代表，密切的关系着一个人一生中的财运。而一个女人若是想要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女富豪，那么她命里的财运一定不能差，故而她的鼻子面相一定要长得好，这样才能够给她的人生带来亨通的财运，带来很多的财富。而面相学中认为，好的鼻子乃是有肉的，乃是有势的，乃是饱满的，乃是挺拔的。所以当一个女人的鼻子具备以上的条件，既有肉又有势，鼻梁还非常的高挺，那么如此的鼻子面相就一定可以给她带来旺盛的财运，而她也能够通过这些财富慢慢的累积财富，从而成为一个女富豪。6. 兰台有锁。兰台所指何处，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所谓的兰台指的是我们鼻子两侧的部位，通俗点来说就是我们的鼻翼部位，鼻翼部位便是面相学中所说的兰台。而所谓的兰台有锁，指的是鼻翼丰厚饱满，能够锁住财运，锁住鼻子这个财库。这样面相的女人守财能力很好，由于面相中鼻翼非常的丰厚饱满，故而财运不容易流失，所以这类面相的女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而成为一个大富豪哦。7. 额头高阔圆亮。一般来说，对于有额头圆亮高阔的女性，首先从额头圆亮高阔而言，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额头位置从正视来看十分饱满，额头犹如一个鸡蛋一样，肤色亮紫光滑。同时，额头在面相整体处来看，基本处于面部的1/3的比例。对于有这个特征的朋友来说，往往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商业能力，因此比一般人更能把握住经商过程中的机遇，从而在事业上创造辉煌。因此，具有这个特征的朋友们称为，只要善于挖掘自身的商业上的潜力，便可做出一番成绩。8. 双眼有神。一般来说，在面相学中，经常有相由心生的典故，其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心态健康，则面相也会随之越来越好。而观察一个人的心态和情绪，往往便由眼睛所展示出来。而笔者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当你能够捕捉他们双眼的神态时，往往总会给人一种双眼炯炯有神的状态。因此，这种状态反映出此人的运势、精神、心态均处于高峰，因此自然更容易取得成功，富贵连绵。9. 人中清晰。人中看似是不起眼的一个位置，但人中的面相与女人一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中包括女人的财运，以及女人的婚姻、子女运势等等。所以，一个女人有钱或者是没钱，仔细观察人中面相便可知晓。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非常的清晰深长，人中的面相很好，那么这样的人中面相的女人婚姻运势很好，子女运势很好，生育能力十分的强大，通常可以嫁入豪门，母凭子女贵。这类女人往往因为婚姻而贵，在结婚之后便成为豪门阔太，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家的富贵少奶奶。10. 手指长，手臂长。民间有句老话叫做男人手小抵万金，女人指长能抓钱。意思是说，如果女人的手指长得较为纤长的话，这种女人善于挣钱和存钱，一生财运较好。若是再加上手臂上长得也比较长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很有野心，而且眼光独到，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长远，处事冷静而理智，遇事不慌乱，头脑清晰而灵活，属于特别精明能干的类型，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11. 断掌。手掌中3根主线或者2根主线合为1根线，并且贯穿整个手掌的，被称之为断掌。在过去的说法是断掌的女人婚姻不好，但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看相也要与时俱进了。其实过去说断掌的女人婚姻不好的主要依据就是这种类型的女人比较好强，有主见，不会轻易受人指挥，而过去的女人是要讲究3从4德，以男人为天的，但现在早已不是那个年代了，反而拥有断掌的女生独立性强，事业心也很强，拼搏事业时有很强的上进心，即使感情不好又怎样，没有了情情爱爱的影响，这些女大佬们反而更方便行走江湖。就连娱乐圈中都有很多天后大咖是断掌，如章子怡、蔡依林等等。12.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也是能否聚财聚福的重要特征之一。判断掌心是否凹陷，除了肉眼观察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在掌心中倒一点水，如果水不会流出去，则说明是掌心凹陷。这种手如果雾化，就是聚宝盆，这种人是很能留得住钱财，会把自己的小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如果家里的女朋友是这类型的手，那么建议把财政大权交给她。13. 水青丘红润凸起。水青丘位于小拇指根部的位置，这里也是观察一个人财富信息的重要位置之一。水青丘隆起的人不仅非常的有商业头脑，而且在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很容易因为其超强的商业头脑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为商界的女大佬。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着富贵的生活，都在渴望着富贵的人生，甚至有些人求神拜佛都在去富贵。但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富贵是天注定的，是我们无法强求的事情。但其实平淡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不一定要富贵加身。讲5种一生难嫁的女人面相：个性高傲，翻脸无情，娶了一辈子走霉运。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嫁给最心爱的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步入婚姻。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有的女人迟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泪膛凹陷色暗的女人，泪膛枯陷，眼睛无神，冷淡，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实际上，卧蚕部位晦暗的，代表女人肾气不足，性能力欠佳，男人自然而然无味了。泪膛即是下眼睑，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刻板木讷，不懂浪漫，也不懂与异性相处，引不起异性对他的兴趣，终日郁郁寡欢，难以让人喜欢。因此，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即使有天嫁出去，也难得老公喜爱。二、两耳无轮的女人，两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没有耳轮，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生育会有困难，且性能力不足，与男人相处会缺少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媚劲儿。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也会慢慢疏远。三、额头高凸的女人，额头高高大大，并且前凸的女人，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面相。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性格偏于理智，不会冲动做事，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事不出手，错过了美好的姻缘，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四、眼睛突出的女人，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向外凸起，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性格暴躁，缺少女人味道，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凸眼睛的女人疑心重，爱唠叨，顶撞男人，处处的体现强势。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而且比较明显。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小心眼、啰嗦，做事情反复无常，喜欢说三道四，惹人烦。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谈恋爱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但却有始无终，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五、山根过高的女人，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代表了个性与自我。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更是强烈，男人无法驾驭，并且容易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了。六、额头低窄的女人，额头低窄，发际线很低，额角有窄窄的，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且遇事多想不开，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想法偏私狭隘，总想攀高枝，但是事与愿违，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七、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耳轮扩反，任性反叛。耳轮扩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爱好表现自己，但又很叛逆，喜欢唱反调，好辩论，好胜，不赢不罢休，因此惹人反感。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个性倔强，脾气大而过于主观，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缺乏包容的心，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八、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心旺盛，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个性独立而强势，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而且心气非常高，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既不希望对方太强，也不喜欢对方太弱，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性格太弱的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
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9. 脸盘宽大的女人，像书中有言，面大妇人多不孝。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再加上两腮枯陷无肉的话，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不讲道理，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而且个性顽固，一旦决定的事情，谁劝说也改变不了，做起事来狠辣无情，不留余地，毫无情分可言，对老人不孝顺，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婚姻多不顺，一旦离婚的话，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注定孤苦。10. 双拳塌陷的女人，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如果女人的双拳部位塌陷无视的话，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内心也比较的阴暗，性格懦弱不堪，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总是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还喜欢在背后算计，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婚姻很难顺利。11.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善于表现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眼光非常的高，容易看不起人，特别的难相处，也很少会有男性敢主动靠近。12. 下巴内收短小的女人，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短小或内收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心眼都非常的小，凡事喜欢斤斤计较，自私心非常重，不懂得为他人着想，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找另一半时也是如此，眼光非常的挑剔，物质和享受欲比较强，但是做事却不够踏实，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金钱方面缺乏节俭和克制，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积蓄能力比较差，败家又败夫，男人养不起，一旦生活质量下降，争吵和矛盾就会增多，最后转头离开，丝毫不顾旧情，晚年只能在悔恨中度过。13. 人中有横纹的女人，女子人中有横纹命运很不好，如果加上人中不够清晰，说明其在妇科方面容易有问题，可能不孕不育或难产的可能，也代表其人性格和脾气不好，急躁，说话没有分寸，因此在爱情上不会很好，容易受冷落或没有异性缘，即使有幸结婚，也可能会独守空房，老公会对她不好。14. 耳朵薄小的女人，女子的耳朵反映了肾气的强弱，如果耳朵厚大的，那么代表先天肾气充足，女人味十足，而一旦耳朵薄小色黑的，那么就属于肾水衰微，这样的女子要么性冷淡，要么智商不高，难以博得男人的青睐。15. 长眉入鬓的女人，性子高傲，常以自我为中心，对男方不够信任，常常想当然地认为男友做了这样或那样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从而造成两人情感危机。他们处事上优柔寡断，没有定性，一旦两人之间出现些许不和，就轻易说出分手，这一点往往让男友失望透顶，感觉爱情走到尽头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